这是她第一次跟男友回家，可在这意乱情迷的时刻，她更关心的是这间公寓到底有多少平方。物欲显然比情欲更让她心动神摇。接着男友一把将她抱起，穿过长长的走廊，才终于抵达卧室。她的裙子随意洒落在柔软的地毯，真丝轻盈地包裹着两人。男友带着被满足的温柔问她想去哪里度假。 Iceland. Would you let me take you to Iceland? 露西如上云端，仿佛已经看见了未来的自己将在这阔气的公寓里过上最好的生活。男友的家底、外貌和身高都满足露西对未来老公的标准，可此时她并不知道，在男友身上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这也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原来露西是纽约的顶级红娘，在她眼里，所有客户都是可以量化的数据，只要数据匹配，爱情就会发生。That if the girl asks for a 6-foot-tall drink of water in his 40s with a salary over $500,000 and a good hairline, you deliver. 而这是露西促成的第9场婚礼，新娘新郎家世相当，外貌登对，单身的女人们不禁羡慕和向往。她们向露西讨教，究竟要符合什么标准才能找到命中注定的爱人。 We can always meet our life partner out in the wild or swiping on apps. But the happy ending to a first date, that's not the second date. It's changing each other's diapers and burying each other. You're looking for a nursing home partner and a grave buddy. 露西近乎蛊惑的描述击中了女人们对爱情的憧憬，可一旁的男人却识别出她的本质，一个贩卖爱情的专家。她的兴趣被挑起，可就在这时，伴娘团急匆匆赶来，新娘后悔了。近在眼前的婚礼让她没法再逃避内心的真实感受。她没那么爱，露西没有安慰，她只是轻声问道，在你灵魂最阴暗的角落，到底图他什么？ He makes my sister jealous. Thinks he's better than her husband. She thinks he's got a better job, that he's better looking, taller. That makes me feel like I've won. So this is about value. Peter makes you feel valuable. 新娘恢复了理智，这一点足够她踏入婚姻。露西就这样挽救了这场婚礼。仪式过后，男人主动坐在了露西身边，他叫哈利，是新郎的哥哥。他称赞露西刚才的话术很精明，在他的包装下，相亲不再是沮丧的，而是通往爱情的最佳途径。哈利很好奇，做红娘到底是什么感受？ It's like working at the morgue or an insurance company. In what way? 6'2", 5'6", skinny, fit, fat, white, black, Asian, doctor, lawyer, banker, $100,000, $200,000, $300,000, smoker, non-smoker. 露西表示她虽然不懂爱情，却很懂相亲。如果哈利有这方面的需要，完全可以找他。像他这样的优质资源，绝对是相亲市场的顶流。可哈利明显另有打算，他看上了这个精明市侩的红娘。可露西直言，她的择偶标准比一般人更严格。My nice to have is that they're mind-numbingly, absurdly, achingly rich. 然而这时有人打断了他们的谈话，露西惊讶地发现那人竟然是自己的前男友约翰。他在晚宴上做服务员，几年未见，两人的处境天差地别。约翰的演员事业依旧没有起色，如果用相亲标准衡量，他一定是淘汰货。可露西看他的眼神一如既往。 I missed you. Yeah. You don't even remember my face. 露西举起一只手，描绘着他脸庞的轮廓，而约翰在这一刻才敢把目光落在他身上。他小心翼翼地凑近，近到能嗅到他身上熟悉的味道。 Missed you too. 婚宴过后，约翰送露西回家，开的还是那辆熟悉的破车。 Smells the same. 露西还记得他上次坐这辆车时，他们正准备去庆祝恋爱5周年的纪念日。他提前在高级餐厅订了位，可约翰却嫌弃市中心停车太贵，兜了一圈又一圈。他斤斤计较，抱怨露西的安排。露西一直以来的忍耐到了头，她活成了父母的翻版。 I don't want to hate you because you're poor, but right now I do, and it makes me hate myself. 两人在大街上争吵，身后的车还在鸣笛催促。在这样的窘迫和崩溃中，他们的感情走到了尽头。 And it's not because we're not in love. It's because we're broke.
如今两人对视时，还是会感觉心潮翻涌，可彼此又都清楚，爱情不是生活的解药。然而露西的事业很快遇到瓶颈，女人是个律师，今年39岁，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 I'm trying to settle. 虽然屡战屡败，律师的标准依然卡得很严，男人的身高不能低于1.8米，这让露西很苦恼。她和闺蜜吐槽，对方却开玩笑说，现在有增高手术专治矮冬瓜。 6 inches can double a man's value in the market. 露西努力为律师寻找合适的男人，可婚恋市场中谁都想利益最大化。男人今年48，他厌倦了和20出头的女生恋爱，他们太幼稚了。露西立刻表示，律师很符合他的标准。可听到对方39岁时，男人的笑容凝固了。他认为30加的女性生物钟已经在倒计时。 Someone 27. Even 29 is pushing it. Trust me, it's the best thing for everyone. I genuinely get along much better with girls in their 20s. 在这群挑剔的男男女女中，哈利则显得鹤立鸡群。尽管露西表示他来只是为了让他死心，自己并不适合他，可哈利自有他的魅力所在。他成熟有型，也毫不遮掩，有问必答。更重要的是，每次约会的地点都是露西消费不起的高级餐馆。可从业多年的经验让他保留了最后一丝理智。 In my line of work, I meet hundreds of highly desirable, high-quality men, but you are what we call, in my industry, a unicorn. An impossible fantasy. 生来贫穷的露西不过是一个996的牛马，他们绝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因此他始终不明白哈利到底图他什么。 I'm older than the women you could be dating, which means my looks won't last as long, and I have fewer years left to get pregnant. If you marry a 25-year-old, then in 10 years, she'll look like me. If you marry me, in 10 years, I'll look like my mother. 他坦诚而残忍的自我剖析，正是哈利所看重的。物质和精明只是他的假面，他的头脑依然是清醒的，而这份不被世俗裹挟的自我，才是他最大的价值。 I want to be with you for your intangible assets. Those are good investments. They don't degrade, they only get sharper. And besides, I have enough material assets for the both of us. 露西被折服了。从这天之后，两人正式谈起了恋爱，而哈利的有钱程度也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身为基金公司的老总，他坐拥市中心的顶楼公寓，共度一夜后，他贴心地准备好早餐，还顺手送上了自家的钥匙。露西的生活从未如此梦幻。可这天，他的客户出事了。原来就在昨晚，律师和他精心挑选的男人去约会。事后，露西特意打电话询问，男人对律师非常满意。当时露西激动不已，以为律师终于能脱单了，却没想到 Apparently, she was assaulted on the date. 露西愣了，这是她从未料到的风险。律师起诉了公司，老板却习以为常，还安慰他这只是阴沟里翻船，放弃这个客户吧。可露西良心难安，她辜负了律师的信任，更毁了她对爱情的信心。她躲进厕所翻看男人的信息，却找不到任何瑕疵。露西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天真。罗列数据很简单，可人性从来复杂难测。然而在哈利面前，露西只能假装无事发生。她知道自己的烦恼在哈利看来肯定不值一提。可这天她去看约翰的戏剧，对方却察觉到她的失落。 You okay? 露西很诧异，无论她再怎么掩饰，约翰总是能一眼看穿。从这天之后，露西丧失了以往的工作热情。女人给出整整3页的相亲标准， I mean, look at me. I'm a catch. 露西的忍耐到了极限。 And all I can hope to find for you is a man that you can tolerate for the next 50 years, who likes you at all. And you are not a catch, because you are not a fish. 露西被投诉了，女人直接申请了退会，可露西毫不在意。她厌倦了做红娘，也恨透了这帮人功利到底又极致虚伪的本性。老板理解她的受挫，好心给她放了1个月的假，让她和哈利出去散散心。可露西没法摆脱内心的愧疚，她翻遍律师的照片，在她经常去的咖啡馆门口蹲守。可看到他出现的那一刻，律师的眼神满是愤恨。他扭头就走，露西追了一路，只想说一句对不起，可再真心的道歉也无法弥补律师所受的伤害。他质问露西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人渣介绍给自己。 He was a strong match with a lot of potential.
这是露西的经典话术。她曾以为只要数据匹配，就能敲定婚姻这笔买卖，可人性不能被数据简化。But I am not merchandise. I'm a person. And I know I deserve love. I know you do. I believe it. Fuck you. Pimp. 律师失望而痛苦的眼神深深刺痛了露西，她内心涌起无限的自责和后悔。可就在这时，她收到了自己的护照，哈利准备带她去冰岛度假，可她心绪难平，沉浸在失落中无法自愈，而唯一能与之倾诉的人只有约翰。电话接通的第一秒，约翰就意识到他的不对，于是他扔掉包，在大街上随地一坐，问他到底怎么了。I'm here. 听到他熟悉的声音，露西不再强撑，她把所有的糟心事全部吐露出来。约翰像过去那样静静倾听和陪伴，可接着他提出要不要过去陪你，露西却拒绝了。他略带歉意地表示自己一会儿还要去哈利家，一句话打破了短暂的温情。约翰是露西脆弱时的安慰，却没法成为她后半生的选择。露西也始终确信哈利是更好的选择，直到出发前一晚，她在哈利的行李箱里发现一枚钻戒，内心的反应做不了假，她没有如预料中狂喜，而是整夜辗转难眠。可接着她注意到哈利的腿上有手术留下的痕迹。睡梦中的哈利被惊醒，他仿佛秘密被撞破，怒气冲冲走出了卧室。露西猜到了真相，而哈利也只好承认，8年前他和弟弟一起做过断骨增高术， Changed our lives. 这是他做过最划算的投资，他的身价因此倍增。可这事儿却让露西弄清了自己的感觉，太理智的人无法相爱，他总在计算两个人的匹配程度，却忽视了他们之间并没有爱。那种自然而发的心动和火花，永远无法用数字衡量。 But we're such a good match. You don't want to marry me. You want to do business with me, just like I want to do business with you. But isn't marriage a business deal? Yes, it is. But love has to be on the table. 哈利沉默了，他拥有一切，却唯独丧失了爱人的能力。他宁愿用谈生意的方式走入婚姻，也不想应对爱情的难测和异变。 You won't when you love someone. It'll be easy. No math. 两人和平分手了。哈利自嘲地提起自己之前才1.67米，手术帮他增高了足足13厘米。说着，他慢慢半蹲下去，戏谑地问道：如果自己只有这么高，还是露西眼中的独角兽吗？露西终于醒悟，原来完美如哈利也不敢袒露真实的自我。而那些在情海中苦苦挣扎的人，之所以那么挑剔，会不会是因为他们恐惧无条件的爱和接纳并不存在？由于原定的出行计划，露西转租了自己的公寓，她习惯性地向约翰求助，可他来得太突然。约翰和人合租，房间里一片狼藉。约翰不想让露西撞见自己的窘迫，便提议不如自驾去郊区，随便找个旅馆落脚。两人就这样踏上了旅程。在这辆破车里，旧时光仿佛在这儿停留。露西觉得约翰从没变过，总会在他低谷时托底。然而接下来他们偶遇了一场婚礼，新人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露西却似乎看见了他们的结局。爱情的起点总是充满期待和憧憬，可总有那么一天，现实杀死了爱意，在相看两生厌的消磨中，最终留下一声结果都那样的叹息。 Why does anybody even get married? Because people tell them they should. And because they're lonely. And because they're hopeful. 而现在，露西似乎成了那个心存幻想的人。她和约翰换上礼服，偷偷溜进婚礼晚宴。他们依偎在彼此的肩膀，感受着熟悉的温度和气息。在缠绵悱恻的情歌中，他们像过去那样拥吻。可这个吻留给约翰的只有无尽的心痛。他知道露西看不上自己，却还是会在他每一次找来时，沦为一只摇尾乞怜的小狗。 When I see your face, I see wrinkles, gray hair, and children that look like you. Can't help it. 可露西不理解，她拜金物质，自私自利，永远在衡量得失。约翰应该恨透了她。 I'm thinking, if I choose to marry you, I'm going to be sitting across from you in cheap, shitty restaurants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ll be riding in your shitty car and living in your shitty bedroom. And fighting with you about $25.
I'm weighing being with you against these shit trade-offs. I'm doing math. This is what I'm like. I know what you like. Then how could you still love me? 他们再次陷入了现实的困境。就在露西不知该何去何从时，她接到了一通电话，律师语气恐慌。原来上次约会的人渣正堵在他家楼下，一个劲地按门铃。警察表示没有实质的行为，无法逮捕男人。两人很快赶到楼下，律师吓坏了。Can I hug you? 就这样，露西挽救了两人的关系。危机过后，律师自嘲他可能要孤独终老了，露西又成了他的红娘，许诺一定帮他找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I'm not asking for a miracle. I just want to love someone. Someone who can't help but love me back. 露西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经历无数次心碎，只为找到一个能理解自己、全然接纳和值得去爱的人。他以为自己是拜金的、冷酷的，可约翰看见了最真实的他。You asked how I could love you. I just do. It's the easiest thing. 约翰说他也算了笔账， I love you now, like I loved you before. 他能提供的只有终身都不过期的爱。It's my final offer. You can't negotiate because I don't have anything else to offer you. 约翰还在絮絮叨叨，说自己要多接些服务员的兼职，还会多接拍一些广告。曾经那个最物质的红娘，终于诚实面对了自己的内心。她不要冷冰冰的数字，只要不可预测却值得冒险的未来。没有面包的爱情是空中楼阁，可只有物质的感情是灵魂牢笼。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一切都追求效率和回报比，可爱情不是商品，人性也不能被数据简化。如果真的要踏入一场婚姻，我想比我应该更重要。毕竟那些无法被计算的火花、冒险和灵魂共鸣，才是爱情最动人的地方。